现在在北京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的男生他都非常介意同居过的女生，他们普遍认为同居过的女生就跟二婚没有什么两样了呀。相亲之前都得问清楚对方的前任的情况，恋爱史、就医史最近我听到了不止一起这样的事情了，有的情侣都谈了好几个月了，甚至都已经见过父母了。结果呢，被男生知道女生之前跟前男友同居过，心里就过不去这个坎儿，就这么分手的。有些人会认为现在都是很开放的社会了嘛，没有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大部分的情侣在结婚之前都有过同居史的，这么较真儿有必要吗？大家认为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吧。真的找对象要这么早我觉得很奇怪一个94年的北京姑娘来找对象嘛，她说了一番自己认为非常正确的话。她说要找对象一定要找那种长得不错而且单身了很久的人。为什么呢？你想想，一个长得好看的人，他能单身好几年，那肯定不是个随便的人吧？人品一定会很好，圈子也一定很干净，他能经得住诱惑，也耐得住寂寞，这样的人肯定错不了，值得托付终身的。这段话你们认可吗？反正我觉得这个认知真的是没谁了。首先，这就好比在说一个人人品好，那圈子就一定干净。你怎么知道那些在不太干净的圈子里混的人，他的人品就会很差呢？这个真的不是绝对的。其次呢，一个人长得好看，那他单身好几年，那说明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好看还找不到呢？那只能说明他不是很挑剔，就是性格上很大的问题，对吗？你说这样的人一定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那不更好笑吗？其实可能根本就不是他很有定力，只不过是没钱没实力吧。如果他想说的是那种既长得又帅又有钱又有实力，还一直单身好多年的男生，那我觉得就更可笑了。这样的男生根本就不存在，你们觉得是不是？来，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为什么你找不到恋爱的感觉呢？我在北京从事婚恋行业近10余年了，经常都有相亲的男男女女来跟我提这个疑问，特别是那些30岁以上的人，不管他们是经历了什么，还是大环境的原因造成他们这个岁数了还没有结婚。其实基本上我都会告诉他，既然来相亲，就不要造那种恋爱的感觉了。恋爱的感觉它往往是越年轻的人越容易产生，而年龄越大就越难找到感觉了，更何况发生在相亲对象身上的。当然我也不是绝对的说，只是呢相对占比是比较大的。你就想一想两个人从来都不认识，你们是陌生人怎么产生出来感觉呢？而大部分相亲成功走入婚姻的，基本上都是慢慢的相处，日久生情，最后结婚的。讲一个事实年龄越大他因为爱情这个原因推进婚姻的可能性就越低了。这个事实你们一定要接受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而推进婚姻的占比，只有在年轻的时候它的成分较大，但是年龄越大呢，它往往因为现实的原因结婚好像就是我饿了我要吃饭一样，它没有那么朦胧的浪漫的感觉了。这些30岁以上的人，其实不论男女都有 bug。男生的原因普遍来说还好，没太大的毛病，比如一个35岁还没有结婚的男的，原生家庭也 OK， 学历工作收入都没有毛病。那一般分2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他自己的主观上不想结婚，他没有准备好，也没有玩够，还没有到他的婚点。另外一种呢，就是他在性格上人格上认知上呢有一些问题。这些东西当一个女人跟他深入接触之后，你才会发现大部分都是女人接受不了的，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种奇奇怪怪的人吧。基本男的就分这2种情况，而大多数女的是什么原因呢？女孩子要是30以上的没结婚，也是基本上分2种一种呢就是她眼光太高了，她有点太挑剔了，谁她都看不上，都挑得出来毛病，似乎没有人配得上她。自己的毛病呢她又看不到，她不接受别人说她的问题。要么就是年轻的时候天天的傻乎乎的，只知道工作学习，根本就没有把谈恋爱结婚当成个事儿。30岁之前就跟个孩子一样，恋爱呢他也不太会谈，他也不着急，从来没想过结婚这事儿，一晃就把自己弄到了30多岁。所以为什么很多30来岁的人你现在来相亲了还老问我为什么没有恋爱的感觉，我都会告诉你不要再追求什么恋爱的感觉了。恋爱的感觉是20多岁的时候追求的东西，咱们30多岁了，既然想结婚，你就要务实一点，只要这个人条件各方面符合，没有什么大的硬伤，就不要再追求恋爱的感觉了。想找理想的伴侣当然要找个专业的红娘了。大龄优质单身男女谁更容易脱单呢？在北京这样的1线城市，大龄剩男剩女真的是特别的多，但是他们谁更容易长期单身呢？我发现他们当中有很多还是高学历高收入的，在工作上好多人不论男女都很优秀很出色，但是他们谁来相亲市场会遇到尴尬呢？一个35岁以上的优质单身男人他们有好的学历，
代表着呢有聪明的头脑，有好的基因。他们有高的收入呢，代表着他们有能力给予一个家庭富足的经济来源，让家人能有安全感。社会赋予一个男人在家庭当中的使命，他们是可以胜任的。所以他们被称为优质大龄单身男人，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他们确实具备相亲市场对男士优秀的定义。往往他们一出来相亲就被很多女生围堵哈，上至35岁下至20岁的女人都把眼光集中在他们身上。所以很明显嘛，这样的男人他的选择面是极大的，他们想脱单真的是很快。说白了，一个女的你要是遇到了这样的男的，那你真的是要靠抢的。那么优质大龄剩女又怎么回事呢？我们不能否认啊，这些女性她们很优秀，但是她们的优秀呢，却并不是相亲市场里对女性优秀的定义，因为这个需求是男人说了算的，对吧？在咱们这个传统的社会里啊，男性对一个优秀妻子的定义呢是这样的：年轻漂亮有活力，性格温柔善解人意，有一个善良的内心，学不用上太多，知书达理即可，知深浅懂进退，愿意为家庭付出，孝敬老人，会做家务。那么一个35岁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你如果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觉悟过来的话，那么你就很有可能会一直单身下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的高学历也代表着聪明能干，但是这个优点啊，对于一个用人单位来说是 OK 的，但是对于一个家庭一个男人来说啊，并没有那么重要。你的高收入，你的房子，你的车，这些在一个优质男人的眼里几乎也是不太需要你来提供的。所以对于他们需求的那些点，你如果达不到的话，你就很难找到一个大龄优质男性结婚的。所以现在很多35岁以上的优质女生，她宁愿单身也不愿意找一个没房没车的男人。而一个没房没车的男生呢，宁愿去钓鱼去洗脚，他也不愿意去追一个大龄的女生。他们还谁都看不上谁。大家看看哈，答案是不是显而易见的呢？所以还是奉劝大家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尽快解决自己的人生大事。点击我评论区置顶链接哈，开始行动起来吧。这回大龄剩女啊，带着小表妹过来相亲，真是闹大笑话了。她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现在的00后，人家不仅仅是来整顿职场的啊，连婚恋市场一起整顿了。那天35岁的大龄剩女跟一个36岁的男的相亲，小表妹很好奇，就跟他一起来了。她还一路叮嘱小表妹啊，你学着点哈，相亲看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看看姐怎么给男的开条件。这个男的呢，原本以为这个大龄女生哈，这个岁数了嘛，要求应该不会很高，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的一开出来的条件啊，她简直就想跑。女的一开口就说哈，我虽然35岁了，但是人家都说我看上去也就25岁左右，我父母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哈，要求男方收入是100万以上，婚后生完孩子呢，得过户一套房产给我。她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比那些婚前要求房产加名的女的强多了。婚后男方的收入一定要透明，并且80%以上都得交给他来管理。说完这些之后啊，男的就说，那我其实呢倒不是经济状况有多大问题，只不过我要是为了娶你这样的岁数的女的回去啊，我还需要花这么多钱，这么大费周章的，那我没有这个必要呀，我娶个比你小10岁的也没有问题。你都30多岁了，还不能懂得站在男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吗？这个时候这女的马上就接过话来说哈，我35岁不算太老吧，不管怎么说啊，我还是未婚的，而且呢，现在大家都晚婚，40多岁没有结婚的人大把的是，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很正常呀，我还算年轻的呢。再说了，你不也已经36、7了吗？你自己不也是大龄剩男吗？怎么就只允许你们男的年龄大了找个小姑娘，就不允许我们给你们提个条件呢？男的说，问题就是我们男的年龄大了，我们找个小姑娘我们找得到啊，但是你们年龄大了，要想一个男人花大价钱把你娶回去，那就有点难了。这女的就很不服，说，那你可真是痴人说梦了。来，我身边就坐了个00后，你问问他啊，就刚才你提的那个条件，你要是能办得到的话，看看他愿不愿意跟你走。结果令大龄剩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哈，这个00后的小表妹看了他一眼说，姐，如果他能满足以上条件，我还真愿意。你看看，这个就是现状哈，00后已经快马加鞭的融入到相亲市场了。点击我评论区置顶链接，里面多的是00后的女孩。为什么时至今日仍然有这样的大冤种呢？这样的舔狗，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刷到我的视频呢？要是遇到这样的姑娘，
你还是赶紧的跑吧，不是掏空你的财，就是掏空你的感情，更或者跟胖猫一样要了你的命。这两个人哈，刚认识没有多久，大概也就2个多月，这姑娘啊就开始暗示这个男的给她买东西。男生还是蛮大方的，他觉得双方都是往结婚的方向走嘛，就没太在意，基本上啊都会满足他的要求。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你只能看到他的皮囊，你看不到他内心是什么样子的。那种人性中最丑恶的嘴脸，往往都披着一件非常漂亮的外衣。他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个姑娘内心有多贪婪。就在他们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哈，姑娘说结婚啊想换一个大点的房子。大家都知道嘛，这是在北京啊，5环内的房子价格都很可观的。男生呢想着反正自己以后也要住嘛，于是他就把自己的钱几乎1大半都用来买了这个房子。他原本以为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姑娘就能顺利的嫁给他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哈，这个姑娘啊见他买房子这么爽快，1000多万的房子哎，说买就买了，以为他多有钱呢，于是啊就开始狮子大开口，要给他买2个10万以上的钻戒，一个呢订婚的时候戴，一个呢婚礼的时候戴，还要给自己配80万以上的车。总之哈，这姑娘的要求开始不断的升级了。其实这个姑娘吧，她是想跟这个男生结婚的，她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捞女，不过呢是以为自己遇到了有钱人还对自己大方，就变本加厉了。结果殊不知哈，这个男生呢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他为了不露出马脚，他不能让姑娘知道自己没几个钱了，就用剩余的一些积蓄，他跑到了澳门。你们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你们懂的吧？结果大家也想得到哈，他输了个精光啊，连那套房产都赔了进去。这回好了，钱没了，婚也结不了了。我就想说说这个男生，一个这么花你钱的女生，你就算把她娶了回去，你有一座金山银山，她也会给你败光的。你娶这样的有啥意义呢？好看能当饭吃吗？好看能让你发财吗？都不能嘛，是不是？那好看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顶多就是带出去好看，哎，有面儿，生个孩子，外貌基因好一点，对吧？其他的毛用都没有。另外的那些属性哪个女的没有呢？你还打肿脸充胖子，让你们睁眼看世界，能不能眼睛睁大点啊？再说说这个女生哈，你既然想跟她结婚，你就这么花你老公的钱吗？你虽然不是个职业的捞女，但是你的行为跟捞女有什么区别呀？这不是一模一样了吗？你觉得你这种行为在男人的眼里是个好妻子的样子吗？聪明的男人啊，根本就不会娶你这样的。我评论区链接里啊，有的是好女孩啊，人家不捞也不物质，就想找个踏实过日子的。你们赶紧到评论区置顶链接里面去报个名吧。你遇到过宝藏女孩吗？都说女生如果在感情里她感觉不到占便宜啊，她就觉得自己吃亏了。所以很多的女生在相亲的时候，她都会让男生不断的付出让自己有一种占便宜的感觉，她才觉得自己得到了至高的诚意。但是现在的男生已经不吃这一套了呀，特别是在北京男生们对这套理论已经开始了集体开始抵制和反抗。所以难怪前几天相亲的一对男女嘛，相亲完了之后呢，男生有点激动他就跟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有点不敢相信，头一回遇到这样的宝藏女孩。他们那天去相亲吃饭的时候他故意试探性的跟女生说，咱们初次见面，咱们都是出来相亲的，我这个人呢也不是抠门，只不过我觉得本着公平的原则嘛，咱俩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所以今天这顿饭咱们能 AA 吗？你能不能接受？其实这个男生家里是北京的家庭条件很好，自己的收入还挺高的，他主要是之前遇到过太多物质女生了，现在他很厌倦和反感男生呢一味在付出金钱和物质，还提供情绪价值，而女生在一边享受着男生的付出，同时一边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另一边呢还吃在嘴里看着锅里的，自己呢还不想有同等的付出，生怕自己吃了亏没占到便宜但是他这一次相亲的经历完全刷新了他的认知。这个姑娘听他说 AA 的时候非常淡定的说AA 很好我在国外的时候呢，朋友之间吃饭都是 AA 的，很正常的，而且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呀，男女平等嘛，我们都出来工作，都出来挣钱，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他接下去说的话简直就是语出惊人了。他说谈恋爱是双向奔赴的呀，是一个相互付出的过程，万一我们合适了的话，以后到结婚的时候还要彩礼，还要房子换车，那时候要花的钱就会更多的。我觉得现在的男生其实挺不容易的，如果是我的男朋友的话，我是舍不得让他有这么大的压力的。如果我嫁给一个自己喜欢的男生，那什么彩礼这些陋习我都可以不要的，真的搞得跟交易一样，
我是不想把自己弄得跟商品一样，还给自己贴个标签，还标个价格。爱情应该是无价的才对啊！别说这顿饭我可以给你 AA， 如果我们以后结婚了，家里的开销我都可以给你一起 AA 付出，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扛。这个男生听到这儿啊，激动地对这个姑娘说，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那我是不是遇到了宝藏女孩呀？现在有你这种想法的女孩可是太少了。我之前遇到的女孩呀，都特别物质。我前女友刚跟我在一起，前3个月就花了我50多万，最后啊还没成。要是早遇到你有多好啊！对于这个姑娘的观点，你们赞同吗？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呢。我发现现在有的女生啊，就这辈子她好像没吃过饭似的哈，天天就跟吃饭这件事啊干上了。96年的姑娘哈，说实话长挺漂亮的，来我这相亲2个多月了，见了好几个男生，但是每一个呢都不到2周，她就继续不了了。我私下底也了解了一下哈，才发现这个姑娘真的很有意思呀。她每次见面都要求男生请她吃大餐，真的不是一般人吃的那种哈，一顿下来都得人均上千的。第一个男生呢，直接就回绝她了啊。这个男生说，我不差那顿饭钱，我觉得这么吃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可能就是在试探我对他的诚意嘛，或者就是试探我花钱大不大方嘛，我讨厌这种被人家试探的感觉。第二个男生呢，确实请他吃了1500块钱的大餐啊。饭后呢，人家就问他愿不愿意做男女朋友，结果这姑娘说，哪有吃一顿饭就能做你男女朋友的呀。这个男生后来又请他吃了一次哈，这姑娘呀饭后就小嘴一抹，就准备回家了啊，让男生送她一下。结果男生在车里啊就对她亲亲抱抱的，她就狠狠的把男生给推开了啊，得就这么着哈，这个也瘫黄了。第3个男生呢，第一次请他吃饭的标准是1000，后来呢逐渐往下降标准哈，那这个标准一降啊，就惹怒了这个姑娘了。她说刚谈恋爱就这么小气吗？那以后要是结婚了的话，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她说受不了这个哈，这样的男生是不重视自己的。我就不太明白了，你谈个恋爱就非得吃这样的饭才能感受到一种优越感吗？今天你要吃日料啊，明天你要吃鲍鱼，后天你要吃法餐，然后你谈个恋爱就天天跟这个吃饭干上了，你就这么个吃法呀，1个星期就得吃人家2万多，最后你吃完了还来跟我说男生都没有诚意，还说人家都对你图谋不轨啊，说想睡你，该怎么办？那我就想问一下你是家里边没饭吃吗？你以为那些男生怎么想的呀？人家就是觉得自己已经付出了嘛，那你呢？你付出了啥？他不就得想让你也付出一点啥吗？这种事儿嘛，就是必然的。谁叫你吃人家那么多钱呀？啊，这么漂漂亮亮的姑娘，你说哈，搞得跟个蹭饭党似的，多掉价吧？啊，就说大家来评评理呢。我想问问姑娘们哈，你们愿意婚后一直在还债吗？你一定说不愿意，对吧？但是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提出高额彩礼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吗？最近有一名江西的女子哈来我这找对象，她说到她的上一段婚姻的时候啊，几乎是要崩溃的。婚后7、8年，她和她的前夫一直处在还债的状态当中。因为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她的父母跟前夫要了66万的彩礼，前夫家那边啊确实也给了这钱哈，风风光光把她娶进了门。可是哈，她的父母竟然1分钱的陪嫁都没有给她，这些钱后来全部都被父母给安排了，给她的弟弟呢结婚买房买车。都是自己亲人，他能说什么呢？然后他前夫那边呢，当时这些钱呀，大部分都是借来的，搞得他们夫妻俩婚后一直都在还债呀，连孩子都没敢生啊。而且他们婚后的生活中啊，因为这些事情啊，没少吵架，感情也逐渐就冷淡下来了。这样的婚姻已经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了啊。最后他们离婚了。他前夫呢，居然找了一个2婚女人，人家还不要彩礼。他现在想起来都是彩礼惹的祸。啊，其实这种类似的事情特别的多啊，尤其是在那些彩礼比较高昂的地方啊，很多的家庭他都是借钱来结婚的。有些地方这个结婚啊，就跟成了一种买卖一样，女方家的父母真的是漫天要价，但是呢，男方为了结婚呢，他又只能顺从啊，就算他没有钱，他借钱也得给儿子把婚结了。最终呢，就是导致很多的家庭在结完婚之后直接就返贫了，好多年哈，都处在这个高额的债务之中，一直都在还债的路上。生活过得非常的苦，这种日子真的是你们结婚的目的吗？女博士啊，条件一降再降，还是那么难找，我真的都有点心疼这位女士了哈。38岁的女博士，在高校工作，父母都是高工退休，家境也不错，在北京呢有好几套房产。关键的是，这位女博士她长得还挺漂亮的啊，1.68米的身高，大长腿，我都有点啊不能理解，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士怎么会把自己拖到了现在。刚来的时候呢，他就很有经验的跟我说，老师啊，
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年龄大了，真心不好找。我自己想找的那种条件好的、有眼缘的，基本上人家都要找年龄小的，不找我。所以我现在也比较明确要找什么样的，只要他的学历是个本科就行。身高呢有一点点要求啊，175以上。年龄呢10岁以内都能接受，在北京有个房子，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离婚带孩子的。希望对方的性格好，能正经的过日子。其实说起来，他的这个要求我觉得已经不高了。于是我们给他介绍了一位在研究所工作的男士哈，未婚的啊，就比他呢大5岁，身高呢也刚好1.75米啊，硕士学历。说起来两个人啊还是挺般配的。男士唯一有个短板就是抽烟比较严重。他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男士就忍不住要抽烟。这位女士呢不太接受抽烟的男士，而这位男士呢在第一次见面之后呢也提出了并不合适。我就很好奇啊，问他为什么呀？难道这样的还配不上你啊？结果你们知道他怎么回答我的吗？他说老师你误会了，不是说他配不上我，是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于是这次相亲失败了。这个女士呢很焦虑，她说姐，要不再把要求放低一点吧，您帮我看一看离异的呢。于是呢我们又给她介绍了一位离异的男士啊，年龄呢比她大8岁，离婚，孩子跟前妻了，男士经济条件还不错。这两位见面结束之后呢，男士仍然说不合适。我又问了原因，男士说感觉女士啊可能单身太久了，怕她心理上会有一些问题。长得这么好看，这么大岁数没结婚，估计还是多少有一些性格上的问题的，不想花时间再去了解了。总之这一次呢又告吹了。这次他更是没信心了，说姐呀，难道我要降低到是个男的就行吗？大家说这样优秀的女士怎么就这么难找对象呢？今天啊有个大龄剩女啊，她跟我怼起来了，真的是不愧是大龄剩女哈，我服了。我不跟你白头了好吗？她今年35岁了哈，北京本地人，学历本科，170的身高啊，家里有2套房，有车，收入1万多啊，体制内工作，按说她这个条件还可以，但是呢短板太长了，她年龄有点大嘛。我刚一开口提到她这个年纪的时候啊，她就跟我抢话说姐你放心啊，我要求不高，我也知道自己年纪不小了，我也不想攀高枝儿，什么高资产的，我也不找那个气受，我也没那个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我就找个跟自己差不多的就行了。他说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啊，最好呢对方是北京本地的，大家谁也不图谁的，我有的他也有就行了，本科以上学历啊，身高在178以上，自己家有2套房，所以对方也得有2套以上，唯一的就是收入呢得比自己高2倍以上，别整的啊以后我还跟他一起辛苦养家，我会看不起他的。长相的话呢最好顺眼一点啊，我还是有点颜控。我看他的性格倒是挺爽快的哈，快人快语的。于是呢我也就直接跟他说了哈，我觉得他这个要求呢可能还是有点难啊，因为北京本地的男生啊，他现在面临的是北京本地的女生来北京工作的外地女生，人家的选择面是挺大的，不一定找你啊，你应该扩大你的择偶范围才对。还有呢就是2套以上房产收入3万以上，身高1.78米，还得长得顺眼。那就这样的男生啊，在北京相亲市场里，上至35岁下至25岁的姑娘都要排大队啊，你能排到哪儿啊？他说那您的经验，我应该调整哪些条件才能更好找一些呢？那我就说你最好把年龄和地域都放宽一点，然后呢还有房产这个方面，我觉得呢能够有个在北京首付的能力就行，身高呢降低到172以上，然后收入方面跟你差不多啊，就比你高一点点就行，甚至可以看一看离异的男士。我刚说到这儿啊，他脸色就大变了哈，嗓门提高了8度，嚷嚷上来。他说姐，我有那么差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完全没必要去找了呀，彻底在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啊，我跟扶贫有什么区别啊？那我花这个时间干嘛呀？那既然都已经没有希望了，那我就不找了，我自己过不挺好的啊？那我们年龄大一点到底怎么了？惹到谁了？中国的男人都这么肤浅了吗？姐，我不太认可你说的这个。于是我就说你现在这种情况确实不好找了。他说我们女生就不能对自己有一点要求吗？大家怎么看哈？评论区聊一聊啊！想找个靠谱的对象，看我的主页。